现今联盟方泰坦仅剩下的泰坦音响，他如何才能面对天外威胁，赴大侠之相亲，挽狂澜于既倒？他的监控去向不明，他的电视沦为傀儡，风水轮流转，兜兜转转，最终又剩下了这哥俩了。Hey guys，Pizza here， 快去看我的频道，全部就刚刚更新的77集全集版，其中的内容无疑是震撼的，同时衍生出了许多的理论和观点。这次我们就从评论区中寻找灵感，讲些未曾在解析视频中提到的内容进行讨论。看前紧接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在这请理性看的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这位预言家在10月28日表示，第4部分最后出现了2道天文移动音效，猜测后续是女公爵和袭击者也同时被带回了基地，导致位置暴露的同时还把基地给扬了。从现在已知的后续来看，除了天文的恶者没到达基地外，其他的正确了80%。电视基地从一出场所坐的之处便是沉迷，阴暗的环境宛如停尸房，封闭的空间，随便一个单位走路几乎都能听到回响似的。最新剧中表示了电视基地的位置处于地下，而地上就是阿拉斯加的某处，这里白雪皑皑，群山环绕，整体来看安全系数极高。直到他的电视的计划出现纰漏，导致持有定位装置的天文单位通过黑暗传送找到了位置，事后惨遭天文母舰定点爆破。电视科学家无奈将基地位置迁移，从美国阿拉斯加直接横跨地球转移到了北海，这里离英国和荷兰不远，所以看天空的颜色可以与前面所展示的英国伯明翰、荷兰阿姆斯特丹二者对上。如果再按下大雨来看，可能更加靠近英国一些，因为这里所展示的片段也是在下大雨，所以电视科学家这样的操作也是一种博弈。他通过之前看到的片段情节舍弃了就近原则，保守选择了最远，所以看起来用了不少的传送时间，且选择了一个看似已经被摧毁殆尽的位置。这波属实有点灯下黑的感觉了。就算起疑了，天文方估计看着外面是废弃的，也会掉头就走，但这些仅为猜测。总的来说，这样的突然重大事故，电视作为联盟中最隐秘的种族，老巢却是最先被发现的，这样露天的大监控基地情何以堪？下一个，这位战士表示，这发崩对于绝望的刻画比多人强，无论是天气、人物、场景和情节，也都无比的绝望，窒息般的压抑感，看不到希望。首先我要说的是，2个作品不是同一个作品，完全不能与之并论，没有原版自然也就不会有同人。对于情节的刻画，这部作品我觉得已经到了艺术的地步，当然我不是硬吹哦，如果你经常看的话，你会发现这发崩经常使用一些侧面描写，比如周围环境、角色的小动作、声效等等，还偶尔插入一些有趣的情节。你甚至可以通过一个镜头的轻微抖动，就能感受到宛如身临其境的拍者是自己。如果你戴上 VR 眼镜儿，很难不保证你不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太丝滑了。单论这点，在其他同人作品中是难以体会到的。除此之外，鲜明的角色性格以及通过举动就能看出的情绪波动，营造出很好的特定氛围，增强代入感以及情感共鸣，这才使得一个个的角色刻在了我们心中。刚才还提到了绝望，与其说绝望，不如说绝境。基本上联盟方没有了可以抗衡天文的力量，那么大的泰坦电视说没就没了，这当然不算战力崩溃。首先要清晰一个点，那就是天文方不是本地人，他们来自外界，他们征服过许多行星。再回看联盟，他们甚至都还没解决球类斗争，就匆匆拉上来对付与自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就好比匹配系统把你一个白银匹配到了王者，咋玩？所以在固有条件下，基本是不可能战胜天文的。更遑论还可能有更强大的天文。那么带入进联盟的视角，那肯定只有绝望。天文这才 C 了3级，这实力之下也不可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如果要打破这一点，方法其实很多，但估计一时半会儿难有答案的。许多的谜题可能要等到更多的剧情展示了，比如25集、79集可能会展示一些重要内容。不过在到来前就先猜测一下，比如增加新的东西、新角色、阵营外援、科技能力等等。现今明示的有音响人在憋大的，他的音响正在升级，且他们的舰队实力强大。老纪还有东西没说出来，暗示的椅子以及神秘的硬件头单位，以及还没正经出手的人类，还有不受控的在各地观察的神秘人，更有忽然来一手的灵魂、人类时期的回忆等等。按照这发崩的严谨程度，这些东西肯定没有哪一个是凭空出现的，都会带有一些特定的含义，破局肯定也暗藏其中。再比如，他的电视现在看起来成为了天文风的傀儡，但谁又能保证这不是他计划的
一部分呢？要是后面再带着天文的科技回归，岂不是得到了更强的样本？所以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黑暗只是暂时的，按照内容上的丰富程度，我觉得还可以再战好几年。你们觉得呢？从 Steak 的直播中可以得知的发蹦最期待的剧集，他从78一路表情包到了103，这可能应该至少有103集吧，属于是期待往后的每一集了。另外就是大家讨论的这颗天文核心了，这样看不太清，直接看之前的预告图。谁能想到这颗核心竟然要装在他的电视身上？这核心的武装手法不禁诞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在天文过往的征服中使用过许多次这样的手段奴役其他星球的种族，从而武装出了现今这样的规模？他们会朝着自认为高阶的方式进化，独具特征便是飞盘红颜，所以原生的天文地位可能高些。比如小小的天文袭击者竟然有5条杠，而颇具战力的焚毁机、体型巨大的运输机相较而言没有那么多，但单从外貌来讲站不住脚，因为它的电视是机器头，除非后面也增加个好看的皮囊。如果把这个当做突破口，不知道会不会与坠机的天文纪有关。假设图纸中的角色是天文纪，是老纪，那么说不定他以前在天文方的荣耀大部分是不受控得来的。当他得知了更多的阴谋，以及了解到如何脱困，谁又愿意受到胁迫呢？但如果真是这样，仍然有着说不通的点，他是怎么恢复自我意识再摆脱的呢？因为现在看他的电视完全黑化了，难道说老纪他本就是天文人？再假设是，那这个理论就被推倒了。如果纪能摆脱天文的束缚，说不定能帮到老电。这核心很明显会代替或篡改身躯的意识行为，导致宛如寄生一样的听从敌方。你说会不会这就是寄生战士照猫画虎的对象？这很难猜测。总的来说，看了大家许多的评论，找出了这些内容，同时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每个人的理论都各有千秋，预言家也出了不少。每次剧集的发布，最好看的是剧集，其次就是精彩的推论环节，形形色色的话题丰富多彩。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让我们一起看看你的。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 Peaceman，我们下个视频再见。